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宣布我们的频道搬家了。那老朋友们都知道，我们频道从4年前就被限制盈利、限制流量了。那这也让我们很多服务都做不了，所以呢，我们决定再次的搬家，做长期的打算，搬到现在这个唐浩说世界的十字路口。所以呢，请各位朋友帮忙宣传一下，邀请更多人来订阅我们的唐浩说频道。好，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聊中国的餐饮安全问题。因为前几天锤子科技的创始人罗永浩呢，在网络上公开批评中国的大型连锁餐厅西贝餐点不是现场烹煮，是用了工厂生产的预制菜。那这消息一传出来，马上全中国炸锅了。西贝在北京的最大门店六里桥旗舰店呢，客户流量也立刻减少了70%。那西贝老板贾国龙也立刻出面澄清，说要通过法律来维权。同时呢，也宣布全国门店都要公开后厨的制作过程给大家来监督。这危机处理是非常的果断只是2天之后呢，西贝就暂停开放后厨了。那西贝还公开道歉，宣布从今以后会有好几道菜品改成在门店里现场制作。那事件呢也暂时告一段落。不过呢，我们的重点不是要讨论西贝有没有预制菜而是要从预制菜呢来关心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所以今天的节目要告诉您3件事情。第一，中国的预制菜为何让人闻之色变呢？第二，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为何层出不穷，无法消停呢？第三，更骇人听闻的食安问题是什么呢？不过呢，现在先请您帮我个忙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选择所有通知，这样呢就能收到我们节目的新节目通知了。预制菜呢，顾名思义就是预先制作好的菜品或者半成品，等到要吃之前再来加热烹煮。那这是挺常见的食品加工技术比方说有些料理包、调理包，或者大卖场卖的冷冻披萨等等。那对许多上班族来说下班之后没时间煮饭，所以呢就买这种预制菜来简单料理一下就可以吃了。那一般来说呢，合格的预制菜都有严格的食品法规和技术的要求。比方说要真空密封包装，要高温高压杀菌冷冻保存等等而且呢还要符合卫生机关的检验标准。像台湾对于冷冻调理包、即食食品等等呢，都有严谨的微生物检验规范，这样呢才能够确保食品的品质跟消费者的安全。那么为什么中国的预制菜会让人听了闻之色变呢？我们来看一个视频。饭店里面的预制菜半成品有多么的泛滥，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这个藕片是加了苯甲酸钠防腐剂和低压硫酸钠防腐漂白剂的预制半成品。有些餐厅为了提升出餐速度，就会选用这样的，水一倒一炒，捞的一下就做好了。我不说，你肯定以为用的是新鲜莲藕现切现炒的吧？而且这玩意儿加了添加剂的，怎么炒都炒不黑，你说奇怪不奇怪？接着这个预制荷包蛋是鸡蛋和大豆蛋白加上添加剂合成的一个产品，这样往盘中一放，撒上剁椒，丢蒸箱蒸个3分钟，拿出来淋点生抽，撒点葱花，一道剁椒蒸荷包蛋就做好了。就问你简不简单？我吃着这种预制合成的荷包蛋，它那个蛋白部分有点像塑料一样的口感，我感觉不好吃。然后这个预制锅包肉也是直接开袋放油锅里面炸一下，炸好捞出，倒入别人弄好的糖醋汁加热，放点葱姜丝，再把炸好的锅包肉丢下去，翻几个滚，这个菜又捞的一下就做好了。这玩意儿是鸡肉制作的，有的人不知道还以为是用猪肉新鲜制作的，真的是讽刺。最后这个麻辣螺丝也是预制菜，直接开袋往锅里面一倒，来点麻椒精搞里面增麻，辣椒精搞里面增辣，一盘又麻又辣的甜筒就做好了。就问你这样的菜是不是简单的令人发指？真不知道以后的厨师还能不能学到真正的技术了。看到了吗？吃这样的预制菜，你是在吃菜品呢，还是在吃化学品呢？那做这种菜是需要懂厨技呢，还是要懂高科技呢？大家知道中共当局对于食品安全一直是疏于管理的到现在都还没有预制菜的国家标准法规。那即便哪天有法规了，能不能够依法去做呢，也是个问题。所以在中国听到预制菜往往会给人几个隐忧。第一，食品的来源新不新鲜呢？有没有安全的疑虑呢？第二，预制菜是不是真的名副其实呢？比方说刚刚视频里提到的锅包肉，按理说应该是猪肉做的，但预制菜是用鸡肉去冒充的。第三，预制菜里到底放了多少科技狠活呢？吃一道菜就像上化学课一样，
吃进去一堆老师没教过的化学元素，那会不会危害健康呢？而且更糟的是现在许多餐馆也都大量使用预制菜和化学调料，除非你到后面厨房去监看，否则呢你根本分辨不出你吃的是什么。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冻鸡爪高科技的做法。先把那个漂白双氧水直接搞里头，直接起泡子，这个泡子有点多哟。然后再来点那个强力去重油污的清洁剂，就是经常洗东西的那个火碱嘛。在家里面搞卫生厨房搞卫生都是用这个火碱。然后你想把这个鸡肉变得又肥又厚，就用那个鸡爪泡发剂直接搞里头，给3-4个东西搞里面，那个泡子有点多哟。一般人绝对会想不到泡个几分钟那个鸡爪变得又白又大了。对比一下刚刚没有泡的鸡爪，那个品相看一下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然后鸡爪拿出来清洗一下，然后用刀宰一下备用。改个刀过后，然后丢在锅里面煮一下，捞出来，然后搞点蒜泥，然后来点红小米辣，然后再来点柠檬搞里头，生抽陈醋辣咸卤搞里头，再来点鸡精白糖搞里头。鸡爪好不好吃香不香就看那个泡爪香粉儿。那个玩意儿是科技产品，千万不能放多了，整多了过后你天天往厕所跑就不要怪我。然后再来点那个保鲜剂，那个泡爪保鲜剂，夏天那个温度高了换那个玩意儿就不得坏。这个玩意儿都是高科技合成的，上面写的只能放1%，所以说千万不能整多了，那个又增重又增香。是不是好多人在外面买的那些凉菜感觉好吃得很，你在屋里拌始终拌不出来那个味道？那是因为你在屋里面没得科技的加成，然后最后再加点那个高科技菜，就是卖凉菜的那种凉拌碗，那个玩意儿家里面给老远都闻得到。所有的调料科技加里面然后搅拌均匀，然后腌制个半个小时就可以吃了。像这类揭秘科技狠活的视频已经汗牛充栋了，你也可以轻易的在网络上搜集连播好几个小时。所以呢，大家可以考虑养条狗来当你的食品保安，凡是狗不理的东西就少吃或者别吃了。吃这个。好，相信大家一定会问为什么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断不了呢？像2008年的3聚氰胺毒奶粉曾经造成30万婴幼儿中毒。那再说近一点的，去年中国许多地方发生餐点里冒出老鼠头，还有呢，油罐车装完化工煤油之后又去再送食用油。那今年7月，甘肃发生了幼儿园集体铅中毒，原因是食物里头添加了不可食用的颜料，造成200多人中毒。而杭州也爆发了疑似粪水污染自来水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那现在又因为西贝事件，让预制菜的安全问题再次登上全国焦点。那我们不是说其他地方没有食安问题只是为什么中国的食安问题那么频繁，规模那么大呢？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还在发展嘛，食品安全法规还不够完善。对，这是一个表面原因，但绝对不是深层的主因。在我看来呢，中国的食安问题不是孤立的法治问题，而是一个整体的体制问题怎么说呢？第一，共产党70几年的统治，用文革摧毁传统文化，用无神论清洗了宗教信仰，败坏了社会道德，造成社会人心变异，不相信善恶有报，那人心不正就什么都敢干了。举个最鲜明的对比台湾，大家知道台湾也传出过食安问题但是这类问题是相对比较少的，为什么呢？除了台湾的卫生法规比较成熟之外，最重要的是台湾很多人都敬天信神，特别是做生意的人，每年都有好多日子要拜神，祈求上天让他们生意顺利，一切平安。那大家想想如果你做生意要拜神，你敢在食品里放那些害人的添加物吗？会不会担心神明看见了，从而惩罚你或者不保佑你？肯定是会的。那换言之，敬天信神，让人们心里有一定的道德约束，知道善恶有报，3尺头上有神明，就不敢随便乱来。
那反之呢，一个社会不相信鬼神，没有道德的约束，那可能什么事都敢干了，只要能赚钱。那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变成了一个人人互害的社会。很多人都想说，哎呀，这食物有科技狠活，我家里人别吃，我卖给别人吃。但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最后呢，虽然没有自害，但是最后也都害人害己了嘛。那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善恶有报呢？第二个原因，中共统治是官本位的流氓体制，一切权力至上，人治大于法治，有关系就没关系，导致呢监管法规是难以落实。那简单的说，只要你有后台，或者呢你跟主管单位有着某种程度的利益输送关系，那不管你的预制菜是怎么狠，你的食品成分有没有贴满整个化学元素周期表都没关系。这也是许多食安案件最后办不下去、不了了之的原因。第三，中共高压专政，权力独大，缺乏监督制衡，因此呢，中共往往不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那这个现象相信大家都很清楚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杭州粪水事件，官方坚决否认是粪水污染，说是藻类分解造成了臭味。那官方还出手抓了一个所谓的造谣的网友，而且中共还经常会封锁这些跟公共安全相关的言论和数据，封杀相关的媒体报道，制造全国性的寒蝉效应。这样呢，也导致中国的公民社会没有力量去监督政府或者是官员。那只要食安问题跟政府有关的话，基本上就是不了了之或者草率的结案。但是问题本身并没有解决，往后呢还会再次的重演。还有一个原因，在中共高压统治底下呢，整个社会弥漫着假大空、假恶斗的氛围。那中国变成了失信社会，人民不相信政府，甚至人民彼此也失去信任，就无法建立有效的公共信任体制。所以即便将来真的推出了什么预制菜法规，推出什么国家级认证，那人民真的敢信任吗？真的愿意去守规守法吗？恐怕很难哦。所以呢，也因为这几个原因中国的食安问题是层出不穷。那最无辜的人民消费者呢，只能够在吃进去有毒和说出来有罪两者之间做选择。那如果是你会怎么选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接下来这个段落听起来可能很耸人听闻，但是我们讲的都是有凭有据，绝对不是搞什么阴谋论来抹黑中国。相反呢，我们是要揭露中共统治的真相。那不知道您记不记得，过去2年来中国各地频频传出了吃饭吃到老鼠头的事件。那媒体总是把焦点放在当局硬扯说是鸭脖，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总是只看到老鼠头，那老鼠肉呢？其实老鼠肉早就被拿来加工，冒充成羊肉或者牛肉，送到全国各地出售。在2013年，《人民日报》就报道过这样的消息。所以你在中国吃的牛肉或羊肉，真的是牛羊吗？那更可怕的是，去年在广西柳州，有网友吃肉汤的时候发现肉上头有一根钢钉，结果有行家一看，发现居然是人类骨科手术专用的钛钉。那如果是动物骨折的话，会拿这种钉子打到动物的身上吗？所以很多人就怀疑了，是不是有人类的遗体被倒卖之后，被冒充成其他的肉类卖到餐馆里去呢？不止如此去年山东威海一家公司的食堂被消费者发现了有一块毛发很密集的肉块，那毛发的颜色、长度跟分布呢，不像是动物，反而更像是人类，是不是很毛骨悚然呢？另外，广西也传出有人吃火腿肠，里头吃出了疑似人类牙齿的异物，令人是匪夷所思加上去年8月，山西有家公司被踢爆涉嫌在多个省份从事非法的遗体买卖，他们把遗体肢解加工之后，做成人骨植入性材料。那这事情爆发之后也让许多民众不禁怀疑了，那些遗体被取下的肉，是不是可能也被卖到了市面上呢？那巧的是最近中共93阅兵，普京跟习近平大谈器官移植，引起全世界的瞩目，让许多人联想到中共的活摘器官产业链。那接着就有人在网络上爆料说他掌握到的国内情况。文章说
被摘完器官后的尸体呢，也被用来做更多的创收，大脑做脑补品，头发做假发套，皮肤做移植，人油做护肤品，人肉做熟食厂食材，那骨骼呢做植牙等材料，而且大多都是有门路的中共央企、国企和大公司才有机会得到。好，这个爆料内容啊，我们无法查证哦，但是他说的这些细节啊，确实是触目惊心。从逻辑上来看呢，也是有可能的。而且可以确定的是，中共对人民活摘器官是真实存在的。那器官用来赚钱牟利，那取完器官之后，剩下的遗体会不会被不良的官员拿来贩卖牟利呢？山西发生的企业倒卖尸体案，是不是也是这整个产业链的一环呢？总而言之啊，我们不希望中国发生这么残酷的事情，也希望中国人民的餐饮安全都有保障。但是面对一连串曝光的诡异怪象，我们是不是也要更加的警戒和提防呢？毕竟啊，过去70几年的历史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干坏事上啊，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好，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次再会。